我们是就地后靠的，我们就地后靠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搬迁。后悔吗？有什么后悔的？到哪里不是生存了？所以说有些实话都不好说，谈高不高货，所以说这个话不好谈的。那不是电视剧，那是我们老百姓自己讲自己的故事。重庆，一座建在山地上的城市，在这里，高度、距离和方向都被重新定义。长江自西向东贯穿重庆全境，在远离城市的乡村，曾经繁忙的渡江航线日渐冷清，甚至面临消失的风险。我现在这里就是万州区下面的一个乡镇壤路镇，今天是赶场的日子，就是对岸的他会坐那个过河船到这边来赶场。每逢147，有的地方是258，有的地方369，约定的时间大家一起到一个地方去赶集。现在是早上6点多，天还没怎么亮，赶集的人就已经出发了。都是坐那个过河船过去赶场吗？过去的时间多不？我每一场我都要去的，我哪儿去了？后来他又下杆子又去卖了噻。你们平时那儿坐船的人也那么多吗？您当时是怎么想到来开船的呢？我原先在搞的江边搞的渔船，那渔船没有搞到，我看到他们原先搞那个船主他是搞的多少，他移民到上海去了，我都把他接过来了，啷个搞起的？怪不得的经营起到现在。那您印象中三峡水利还没有修的时候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原先河流机啊、水流机啊，现在没啥子坍了呀，好开些了，安全系数大得多了。原先的话，一想的浪也大，水流急就乱，那都要相当的靠技术。江面有多宽呐？分地势，有的是几百米，有的是1000多米。你像隔了宽的稍微宽点的地势都有1300-1000米。像我们那个船的话，过江的话，过对江只要几分钟时间。之前这边移民也是从2000年开始的，是吗98年过后开始移民的嘛。2004年是最大的一次外迁三峡，那个外迁上海，那是最大的一次移民。他们是怎么选择要往哪里走呢？政府牵头噻，规定的，像我们7口乡的话，还是整个移民到上海、松江啊、嘉定啊、青浦啊这几个区。你们是没走吗？还是怎样？我们是就地后靠，我们是最早的一批移民。知道我们的房子的话，在80年大水的那年发洪水的话，按得到我们的，基本上差点按到我们的房子了。我们是第一批沿着隔江边最近的，都后靠的，都没有外迁。杆子不下的话，都一直往外迁了。外迁要好些嘛，看不到外迁发展的要好些嘛。我们那儿一点不行。那您知道他们去上海的那些现在如何了？他们生活的好得很嘛。好得很。他那边经济条件比我们这边好。他国家有补偿啊，他那边房子是给你建起的啊，一直把必要的东西搬过去都行的。住在沿岸的嘛，多吗？不多的，全是些老的，老弱病残都无，年轻人一般都外出打工去了噻。逢年过节回来哈，像我们这种客主这平时的生意都差。那你们是夫妻档？现在那种船只能夫妻档啊，一亲人的话经营不走啊，一笑一撇，一亲人要付工资出去，啷个行呢？那您就是相当于是安全员。我是水手。你们这个船开了多久了？我就新出大航，但是我们已经换了几次船了。以前比现在的效益要好些啊。他原先没有移民的时候，他毕竟你像我们一个乡都是1万多人，牵涉到走亲访友的人就多些。现在搬迁了人少了，加上还有一个现在的农进城，还有一个现在的交通也发达了，像公路、道路车子都有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个都客流量都少些了，都经营不下去了，没法呀，只有停了噻。你那个要走起燃料亏损，哪个遭得住哟？
那您觉得这些船以后会怎么样呢？我们这种船说不准的，也看那个，也许自然的有个淘汰了，就今后如果有那个需求啊，还是继续搞下去；没那个需求的话，它都自然而然的都能。何必有桥带桥都能代替那种轮渡船？没得桥的话，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个需求。暂时的可能的几年10多年，应该还是有那种需求才行。下船了之后，就有一辆面包车在下船的位置等，就到镇上来赶集了。自己编的？我这边的啊，他这个腰他要说的，哦，别个已经摇了。这个腰他是腰条来的腰了。好多钱一对呀15块钱。15块一对。一杆儿。一杆儿。几点钟来的？早上4点多。走起过来。走起过来吧。4点多钟，那还是有点远喽。主要是占个位置吧。占位置啊？卖菜要卖那个什么钱？先到先得。平时个没事做一点菜卖找点0块钱吧。是个那个意思的吧？每场都来吗？有时候来，有都来卖，没有都不来卖。乡村刻度连接着两岸的日常，但在重庆、渡江还有其他选项。这个索道是为居民过江的交通工具，但现在呢，因为桥梁的建设，功能性就减弱了。欢迎乘坐长山索道，今天在1楼、10楼、15楼形成3个进出口。索道作为交通工具，或许看起来有点反常，但在重庆，它并不是突兀的存在，因为真正复杂的是脚下这座城市的地形。好累啊！从下面的梯子上来，现在已经是在半山腰了。那个叔叔他说往这里，好像是往这里穿过去。我们往这边走去看一下。但这好像是别人店的。不要怀疑重庆的路标，跟着走就对了。从楼里面穿出来的，这到顶楼了。哎呀，那儿不好，哪儿都不方便。关键是出去耍那些不方便，不上坡都下坡，好气人嘛。那你们生活买菜呀那些一般是在哪儿买呀？还是要往上或者往下？都是上面都爬坡，下面都下坡转来就是上坡。确实儿太恼火，娃儿的那个了，我们马上得走。那你们住几层呢？我们住8楼。哇，8楼也有点难爬哟。哎，我们从那个平台上来4楼好像是，但是那些铁路公安分局的，还要别个还要1个亿啊那种，别个都不干噻，对。原子基本上都走了那种。可以看到，我现在是在一个广场，但实际上呢，我这是在22层。往下面的话，它还有一个平层，对面的那个楼也是楼与楼之间有连廊。我现在来到了中间楼层有连廊的那栋楼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里有电梯，14楼，这里就是走廊了，连接的地方。我刚刚站的位置是那边。这里进去可以过那边了。相当于每一栋楼在中间楼层的话，都是有这种过道的。
他们为啥子会在中间修一层那种连接的啊？他因为要过桥下底楼嘛，下一楼，下那个一楼出去都是红外洞，不会受影响吗？不会受影响，因为上面都是门市，一条过道。从这个走廊进来，里面是大厅。这一栋楼又连接了另外的一栋楼，就是走这个走廊。从这里出来，是它真正的1楼。重庆爬坡上坎，随处可见。车辆难以抵达的地方，货物只能靠人力搬运，所以山城也衍生出了一种职业——棒棒。拍那个你那个，有些是发到网上，有些是发的电影楼的，我看到没？反正跟棒棒那个奖，反正我给你配一天，还是300嘛400嘛，加进去那个奖，就是抢他拿起那个，他拿个包子捞起，跟他都配起来了噻。好，要挑也得行呢。他都给他配下的呀，要哪些动作？哎，他有些还有个打一个坨坨那个，那个唱那个也得配，还有个手拿起来那种也有。那好久才能接到真正的货？随时都可以配啊，他看，哎，那个挑子也可以配啊。他坐下不是老板俩的嘛？哦，你们是接老板的那个，不是接单。北也要得啊，哎，那个小姐来了，北下去也要得啊，北上的也要得啊。要搞09年没搞懂啊。这是小卖部的老板。你们那个里头还有点大哟。200多个平方嘛。搞批发吗？还是？批发零售的嘛。那些棒棒儿他们平时跟你们是啷个往来的啊？他们都是带的含熟的，反正都是熟人，都是在人道的噻。反正货来了，他们都是好多钱件盘下去就行。哦，已经往来了很多年了吗？很多年了，10多20年了。他们的基本上都是老外走了，基本上是。哦，一直都在那点儿，帮你就是盘货是吗？也不是说全部的，外头有年货，然后他们也可以到外头去找的。哦。啊，如果说我的货来都通知打电话，他们都来搬都行了噻。哇，那你们平时一天的话活儿多不多呀？那个季节不得行，要热一天。我们批发酒水嘛，都主要是热一天噻。主要是明年是开年那个季节都是淡季，淡季的话都没得好多货盘。然后明年是4、5月份，基本上就是。明年至4、5月份。搬一件酒水的话，比如说一件那种啤酒是好钱的？1块钱件搬进来。因为这是梯子，所以需要棒棒来给搬上搬下。这里是朝天门，我在这里寻找棒棒的身影。是很真实的。谢谢叔叔，我跟到你走都是啊，你自己找哈，我不影响你。你还上过电视啊，叔叔？不是硬是拍过电视的啊，他把我喊到去，我啥子？喊了8个棒棒，8个棒棒。电视都没得好多力得给我老棒棒。哎，你跟着我选，我要选成5点个是关门了。可以。你们好不走哟？叔叔，你是几点钟出门的呀？我7点过1分钟就出门了。那半天有没有接到活儿呢？接到过后吧，小商品你拿了10块钱，老板拿了2块钱，一下12块钱。哎，你们挑不挑啊？哎，你们挑不挑啊？我回家去收包谷收啊，红烧啊那得脆的。哦。我们做庄稼的懂吧？多久回去一次啊？农忙时间都要回去。好多岁了哟？我52年的干。70多岁了哇。我们现在是混得好耍过。是热水啊？热水。自己找活儿哈。这个活儿不找我随便哪个我就做他，找有活。一天能找好钱呢？也找到过100多块钱的，只是很少。200块钱的更少。来，我告诉他吧。来吧，我看哪些，我的妈！年前老不给，几个今年老不给。是哪个啊？上车是5年1，老不给。你平时都在那儿吃饭吗？都在那吃，早上跟我们认识这个，我们懂得到吧？我认得到了，8块钱还是便宜。
你要回去休息一下吗？还是？到河那儿。因为他烧了这个孩子就要得家，他不会养的是都要进到商场里面了，做批发的会比较多一点，需要去里面去转一下。我走了，当娃儿这儿，穿的吃的都这，这肯定是大概62年生吧，62年10岁，那点儿好恼火哟。我从西来，一直跟着哥们儿那边，那累不累呀？累哪嘛？我都吃饱我的，那个买生意真蛮好的。好久生意多一点呢？这样好噻，这样好怕没，就3个月了嘛，就放会计嘛。解放碑人流密集，他在其中来回穿梭，目光不断扫过来往的人群、行李、货物，看到有可能就上前询问。但大多数都没有回应，只好继续往前。一般要啷个分辨他需不需要啊？就是做会耍活，你除了电话接货以外，空然空得着。所以你看嘛，我问了很多个，我和他不一样干，都是接耍活啊，都是3蹦蹦，就是给自己干活在耍活。我跟叔叔逛了有1个多小时了，我现在已经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疲了。现在要进入另一个商场了。以前也是做那个呀？以前嘛，我在喜源纸厂，喜源纸厂是国营厂矿，还很好，很大。小啷个突然垮了，那儿我们老汉儿他们，他说这个厂不会垮，我说都垮完了，你们那个喜源。那是好久来那儿开始做那个的呀？20几年了嘛，前面找到啊，就看到有2家人。那你那边房租啊，好多钱1个月？100块1个月。有好大吗？有像那个门上个2、3杆儿，有6、7个棒棒，那些棒棒走啊，东西放那在，那些棒棒在船上粘，就是朝天门船上啊，旅游船嘛。一般要挑好远的。远的嘛，北碚啊，璧山呐，像个渝中啊，哦，那个远啊。近的嘛就是6、9。你儿有没有看过那个3层棒棒卷？那个看会有人看哟，没用这。以前活儿应该还是要多点儿哈。活儿多点不是恼火点。叔叔终于接到活了。活地图啊，哪里都知道怎么走。哎呀，这是嘛那本儿。每天在这跳嘛，帮他们。朝天门，下一个每小商品都是走什么的？你看你天最少剩给他好多钱了？这个饭钱。哎，对，那棒棒都要10页了。哎，棒棒都10页了。哪种都要10页了。饭钱你找不着啊？慢得很嘎。你看他们卖盒饭嘛。都是跑快递。哎，都是那个过快递。你看到没嘛？现在像网费，我觉得哈，在这点卖那个盒饭是那个里头吃饭的多得很嘎。现在好像逛街点都少起来了。是啊。网费看到人山人海的，比如这几天还算过节嘛。好，出去。从里面出来，很快就到轻轨站了。叔叔要给他送到里面去，这个服务真的很好。连400倍，连400倍，连400倍。你放下了嘛？好吧。
这不是一个被挑选出来的日子，只是生活被看见的一瞬。这是普通的一天，明天也是。留下芳芳